我们盘点全球各国的军力哦，你相信印度会超越英法吗？这不是随便说说，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媒体，美国媒体的排名哦。先来看看一个印度媒体所报道的这个英勇事迹，我想说他是黄飞鸿，还是有特殊的武功，很厉害。有一位少尉哦，单枪匹马打伤了15个解放军，在印军还被颁奖，还有影片，还有各种宣传的媒体新闻。那么这是在2022年11月27发生的事情，所以有50名的解放军试图要占领在印度的这个阿塔里哨所附近哦，就这个少尉呢就单枪匹马打伤了15个人，黄飞鸿一出就把他们给击退了哦。那这个阿塔里距离印巴边境大概有3公里的距离，那印军说解放军在这里呢发起的进攻不可能的，所以中方认为这个是印度军方在编故事，不知道那有这么厉害吗？来看看印度是怎么阅兵的这段画面。机车啊，一起叠在一起，这个阅兵表示机车叠罗汉，军力很强的意思吗？马戏团，好有趣哦！看看可以这样翻跟斗，这是人呢，杂耍，好强哦！这样是把人挂在上面转，就代表军力很强吗？另外，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画面是，印度呢要征兵，要求是什么？要升高，还要吸气量胸围。看画面。这个是在推小朋友，看他们能够撑多少力量嘛，然后要吸气量胸围。我想这个很特殊的标准，像这样的印度的征兵啦，各种军种的演练，大家的看法怎么样？是不是还蛮特殊跟传统的？但美国的有一家媒体全球火力，它发布了2024年各国的军力排名，美、俄、中、印分居前4名。美国队长第1名可以理解，俄国第2，印度、中国是第3哦，然后印度是第4哦。那如果我们光以核武的数量来看，英法2国不管是核武数量、品质，他们要卖的飞机所创造的这些武器，目前当然都在印度之上。结果印度就连洲际弹道飞弹都没有的时候，现在还被说排在第4。军力排名第6更为合理，甚至不知道是多少了。总之，英法是不是觉得奇怪了？印度这么厉害，难怪会有一个1打15的这个阿兵哥出现吗？然后，所以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呢，包括了跟印度的关系现在是有点紧张的，所以调停缅甸会是一个关键吗？有一个若开民族军哦，他声称已经夺取了缅甸的重要的战略重镇，这个地方是在青邦的百利瓦。那么若开民族军他说夺取了这座城镇之后，就会开始对于跟孟加拉、印度接壤的这个位置哦，展开各种可能的影响力，已经变成没有军政府、军委员会的地区，是不是也有可能各种开战的可能性？在缅甸现在正在冲突当中，而中缅的合作呢，包括在军事上各种合作的事件呢，也威胁到潜舰的基地吗？他们有个报道说，缅甸内战当中中国当调解人，要求缅甸要执行这个一个港的租借权99年嘛，结果在这个港里头，对印度可能造成严重威胁。这个港甚至距离印度刚刚讲很强嘛，英法的嘛，这个印度的海军未来的核潜舰基地相当接近，只是未来的核潜舰，因为根本也还没有完成，还在建制当中。所以呢，光以这个战略珍珠链的这个战略地位来看，就在实施的这个珍珠链战略，通过印度洋沿岸国家建立一系列的港口，所以才会让印度甚至美国都会很紧张。红海危机当然还没有解除咯，红海的局势一带一路反而因此受惠了，红海的船只过不去，整个航运的这个物价大涨，可以飙涨到10倍以上更多。但刚好一带一路现在建制完成之后，走陆路突然非常的抢手，成本也低很多，甚至中欧班列的运行图之后呢，红海危机发酵，铁路运输都被挤爆哦。那现在尤其是在美军进行的轰炸之后，后续的冲突的可能蔓延的情况还不知道，现在是看起来还不在扩大当中，但是大家还是不敢走啊。红海危机还是影响了所有的供应链，那么因此呢，这个中欧班列一带一路相关的路线反而是整个大跃进哦。突然本来他们就在盖了那么多年，在这样的危机里突然凸显了整个区域里面的重要性。你看看印度，看看中印，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现象。印度开心就好了他们派了这个
宝莱坞的神剧，把它当成真的来演哈，这不简单。不过我们看具体的案例，我想观众朋友应该记忆还很清楚，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印边界冲突这个是有历史记录，而且有官方的记录，双方用冷兵器直接对打，徒手了哈，就直接打，打完了以后，中方死了4个人，1位受伤，印度呢死了20个人，然后有76个人受伤，10个人被俘虏，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印度也承认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解放军人数比较少，印军人数比较多，他们需要进行埋伏，结果印军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其实道理很简单，解放军的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年轻小伙子，那印度呢，他们当兵是当到30-40年、30-40岁的大有人在。所以印度的军队，看影片都还要管这个吸气，因为他们可以，他们当兵可以比较多的待遇，钱比较好，是，然后他们可以一直演绎，所以他们当到30几岁的，年限会比较长，年限很长，而且他们因为他们穷的话，当兵有很多补贴，所以印度人他们想当久一点的兵，所以他们很多老兵，很多老兵，然后这些老兵的体能状况不是很好。那我觉得，但是他们开心就好了，只要印度人开心，一切都 OK， 只要头戴都摇一摇就好了，就尽量摇就反正他们开心就好。然后经济也很棒啊，现在差距大了，对平均好的很好，对，然后但是人均所得实在是低了一点了，可以再多赚一点钱反正他开心就好。但是我觉得有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大战略的一个做法其实胶票港就是说在缅甸中国大陆本来就是跟他们有租借2个港口，一个是石队港，一个是胶票港那这2个港口其实就是要减少往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是南海的这段旅程，因为这段旅程马六甲海峡很容易被控制，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你要确保你的航运安全，对你最好就是从巴基斯坦，例如说吉布地，然后这是红海那边嘛。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在阿拉伯海，阿拉伯海一出来了以后，就到这个巴基斯坦然后瓜达尔港，然后瓜达尔港有一部分的货物就直接进新疆了，另外一部分就进入缅甸，再从缅甸，那么也就是进入了云南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它就不用再绕到整个东南亚了，然后再绕到南海，所以它节省了油钱，节省了时间，而且呢，它的海军的这种护航的压力也比它减轻一点，这个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你这样一部署以后，就形成了对于这个印度的整个包围圈嘛，因为你从吉布地到巴基斯坦到斯里兰卡，现在到马尔地夫，然后再到孟加拉，再拉到缅甸，不是刚好把整个印度夹得紧紧的。那印度现在气到不行，但是印度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印度长期以来对他的邻居不友善，所以这些邻居很愿意跟中国大陆做朋友，那不太愿意跟印度做朋友，只是因为他们长期被印度人欺负。我觉得“一带一路”13年下来，你看到成果已经出现了。好，所以包括红海危机还没有解除的时候，才会突然让整个国际之间连航运供应链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带一路跟这个中欧列班才会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印度的军力在美国媒体的排名居然排到第4名，超越英法，怎么看，将军？它是因为靠数量，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阅兵的阵容，那跟个马戏团一样都是杂耍，然后还会这个。劈砖头，然后拿那个脑袋去撞木头，就这些。真的假的？还劈砖头？对，是这样子，要劈砖头啊。那个不会是战力，战力就是能够操纵先进的科技装备、先进的武器，要这样的，然后发扬火力，是这个样子，不是在那个杂耍，然后拿头撞来撞去，这个不是。他能够凭这个，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人数。你看包含英国、包含法国它总共的军队人数才20多万，但是印度的正规军140万。是他们的7倍，那靠量取胜嘛。印度的对啊，印度的后备军人110万，2个加起来是250万呢。原来是数量取胜。那印度曾经还打那个战略导弹，一打之后大家都躲起来了，因为什么？失踪了。他那个弹道飞弹出去之后找不到了，失踪了。对，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印度的国防科技，印度的这个米格机跟苏凯战机向俄罗斯买，印度的幻象战机跟标风战机向法国买。是这个样你看印度14亿人口，
你看它有哪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光荣战机啦，它有的翻译叫光辉战机啦，就它自己做，其他都是进口的，而且它进口的又有二式的进口的俄国装备的，有从法国进口的，有从英国、欧洲进口的。中国它这个补给系统很复杂。你这个系统一多之后啊，你整个后勤补保是很难的，因为这个零件不能换到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是俄式系统，这个是法式系统，这是欧式系统，都不一样，所以它发挥统合战力、统合武力是有问题的。当然，它这个看起来好像，我认为它这个是有视觉效果。视觉效果，但是没有战力效果。吓阻敌方的效果。人在那边玩那个大转轮呐，我认为是视觉效，那个是讲究效果。军队一出来，大家就吓到了。对，是这个样子。就只顾着观赏，忘记要打仗，这样吗？打仗的时候是刀光剑影的，那不一样哎，不是这个。你看他排那个模式好像很标奇对阵，训练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所能够发挥的战力，真正要上战场的时候，那是没有，那不堪一击。那我们先来看缅甸。缅甸的内战已经打了74年了，到现在为止，因为缅甸啊，它是横断山脉，这个高山峻岭，地形是分割的，那没有办法，你去剿灭它那个有地利之便，政府军想要去过去剿灭的时候，没办法会吃亏。那个各邦的佤邦、丹邦，还有这个联盟三兄弟联盟，他会以逸待劳，变成这个样子。那他现在竟然这个缅甸呢，总共有21个省跟自治区，真正安全的只有6个，另外15个都是在打仗，那个都军阀割据一样，是没有办法的。那现在刚好，那中国大陆刚好你的碉堡港来借我用，我这样的话不会美国会卡脖子嘛？因为从安达曼海峡之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太远了，美国会卡脖子。那现在碉堡港直接陆上运输就可以了。世界不平静的地方很多，除了我们主要的俄乌跟这个以巴之外，你看看缅甸、中印一样，都有很多的不安分的成分在。我是觉得啦，就是大陆既然有叶问，所以印度有个印度版叶问也是一个打15个嘛，对你们一个打10个，我就一个打15个，我觉得这个也各自宣传啦，这个没什么无可厚非啦。那他们要去量胸围，是因为印度传统上认为胸肌越大的男人就是越雄壮威武，对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才要去量这个。听说你如果胸围真的够大，会特别去选你当一些特殊的兵种啊，或者什么东西，就待遇会比较好，所以他们都是一定要把它撑大。那至于说中印之间呢，我必须讲，印度是一直把中国视为对手，可是中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力把印度视为对手，因为中国是把自己的对手视为是美国的。所以我觉得印度有的时候他自己眼前的东西不搞定了，很多东西他根本还不到这个层次。比如说像刚将军提到，他有光辉战机，他有战车，他有阿琼战车，可是你知道吗？连印度军方都说我们不要用。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议题喽。选前最常看到这个《自由时报》头版头的内容都是什么？借选啊，中国借选。那现在选完了。头版头是什么？抖音好恐怖哦！抖音有这种做票的影片洗脑，学者说再不设防的话，我们会亡国啊！芒果干来了，这一次是抖音会让台湾亡国啊！这个报道是这样的：赖清德以40%的基本盘，最低基本盘继续靠抗中维持的时候，现在什么都不行。刚刚讲抖音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呢？我们来看看宁夏夜市。开放跳舞，跳这个叫做抖音上面的科目3啊，对我差点跟不上。科目3现在很流行，年轻人都在跳这个科目3在跳舞，就说是被抖音洗脑的。你看这种做法呢，武统台湾舞是这个跳舞的舞，武统台湾呐，完蛋了！宁夏夜市水准之低，侧翼全部都去攻击他了。那要对自己文化有信心，这是讲万安的喊话。其实这样讲，我们快要农历过年了，那这些旅社侧翼也不能过农历年。这个是中国的年，不是吗？所以年轻人连跳个舞都要被黑，说是只要这个宁夏夜市办这样的舞，就是被抖音洗脑，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王定宇甚至说，抖音啊 TikTok 来自中共，如果无法改善假讯息散布的话，就要修法禁止。这很早他们就提出来，现在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假讯息大家全民最有共识是什么？就是选前那个假讯息，不是把这个卫星变成飞弹吗？现在国防部说我们会调整什么呢？以后啊，威胁的样态不断变化，来自于对岸，所以呢，我们会更新海空的动态示意图，精进公布的方式。好，从那个假讯息一直精进到可能包括战机起飞啊，距离高空的气球资讯，我们都会立刻发布，像让民众更了解台湾实际的安全状况。
这样真的有安全吗？大家会比较放心吗？我是不太放心啦。那外媒怎么报道呢？拜登啊，有亚洲的4面盾牌，盾牌是拿来什么？拿来挡的嘛。就是随便用坏了没关系，换一个就好。4个盾牌有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所以呢，南韩当然有北韩在虎视眈眈哦，尤其是北韩还修宪，把南韩列为头号敌对的对象。不再以和平统一为目标，南韩还说会加倍奉还，而北韩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射飞弹嘛，今年首度射的这个弹道飞弹被说是固态飞弹，影响更大，还落入了日本经济海域之外。普京还会访问千岛群岛，引起了日本的抗议等等，这边的戏就已经够乱、够危险了。而台海更是如此，在赖清德当选之后，台湾是台海战争的第一线，菲律宾呢？南海危机引爆点啊，动不动就有各种的鱼式冲突、船只的擦撞等等可能的状况，所以南华早报的漫画说，南海是一颗大炸弹。所以美国做了什么事？重兵部署，有第3艘航舰罗斯福号悄悄的到了西太平洋，代表了对这个地区的高度重视跟担心会有风险发生吗？那多次高调挺台到过台湾的前英国首相特拉斯，现在有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这是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说，特拉斯在去年8月致函贸易大臣，要干嘛呢？在游说官说要买中国的军武，认为中国采购扫雷装置被用来对付台湾，这个是他要求我们他们英国可以去卖给中国大陆啦，跟中国方面可以有相关的军事交流跟军售案哦。那当时最早呢，是特拉斯信中警告，禁止向中国军售，要促使中国快速的加自制武器，反而会让英国企业蒙受损失，所以禁止他们，不如我们卖给他们，然后又有钱赚这样子的概念。那特拉斯办公室就澄清了，他只是在履行作为议员的职责而已，他没有否认他有做出这样的关说跟游说。所以前英国首相特拉斯祝贺赖清德胜选之后，同时也要卖军武给中国那这是为什么呢？而西方抗中到底是真的抗中，还是一方面也有各种的利益的考量？这是大家都很心知肚明的事情。因为拜登的连任大危机是被报道指出，共和党说拜登家族创立20多间的空壳公司，从中国洗钱，金额高达多少呢？7.7亿元的台币洗钱就在中国，而9名拜登的家庭成员从中获利，是目前还在被指控跟调查的阶段。但川普也不遑多让，他任内旗下的企业从中国获利2016到2021年这5年，有4家房地产跟饭店这些企业被爆料说收了超过550万元的营收，来源不乏中国工商银行等国营事业。所以彬哥，当我们看到这个区域的不平衡、不安静之外，我们民进党说好恐怖的，居然是抖音。我觉得我们要防的，如果连跳个舞都要防的话，那我们真的要回到蒋经国时代，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不嬉皮笑脸。对，全面严禁，不嬉皮笑脸。对啊，全面要严禁。刚浅秋讲的是老人才知道相声梗，但是呢，我跟你讲，有这么严重吗？那其实同样，他们说这些什么包括坐票这些东西也常在网络上传，你以为只有抖音才在传吗？YouTube 上一样在传啊，那 PTT 也在传 ，Dcard 也在传，你全面封掉了。就是因为他年轻选票，现在检讨抖音的错嘛。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奇怪，而且你仔细去看自由这篇报道。他说学者说再不这样设防会亡国，结果你知道那2位学者，一个是台大电机系，一个成大电机系。所以你访问这种问题，为什么去问电机系教授？跳电，可能会跳电吧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网络防范是由电机系来主导，我觉得超奇怪，这超级不合逻辑的一件东西。说真的，如果人家跳个舞就可以让你亡国，那台湾已经不知道亡了多少次。我讲实在话，那你今天不流行大陆的 TikTok， 不流行大陆的科目3，它可能会流行韩国啦，哪天也可能流行日本啦。那我们每流行就要亡一次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不要拿这种去威胁人家。我觉得你们越是这样去威胁年轻人反而越想看，因为网络世界你挡不住的嘛。所以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干嘛？其实民进党怎么失去年轻选票，就是这样失去年轻选票，还搞不清楚吗？你们跟年轻人的思想已经脱节了。那国防部呢，他要去更改，写得更详细 ，OK 啊？但是那又怎样？你写的详不详细，其实只有对军事迷大概比较有意义。
一般人我管他从哪里飞出来啊？你发简讯不要乱发就好了。对啊，对一般民众来说，重点是你不要吓我，你不要乱吓我。重点是在这里，你要列的再详细也可以啊，你直接告诉我说那个驾驶员叫什么名字啊？那又怎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重点是你们现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你们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警报？什么样的情况不发？你要定一个明确的规范，不要随便吓唬老百姓。那亚洲四面盾牌叫做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你真的确定南韩跟日本愿意帮你当盾牌？人家是这样想的吗？菲律宾能够当盾牌吗？他有什么实力当盾牌？我都不知道。那我们台湾要当盾牌吗？当盾牌就是给人家揍的。真的。你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不愿意。我们为什么要去当这个盾牌？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对岸好好相处？一定要彼此这样你死我活？我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啊？讲的跟真的一样，这完全是站在美国的观点去思考。可是我们是台湾人，台湾人应该站在自己生命安危的观点去思考。那特拉斯这个说这个人真的，这个人我一直很讨厌他。这次我觉得他做的完全是正确。你知道为什么正确？大家记不记得艾斯摩尔当初美国也是逼他说你不能再卖光刻机给中国大陆了。艾斯摩尔总裁说什么？我要趁现在中国大陆还不会做的时候卖给他，等他会做我还卖什么？不就是这样吗？特拉斯其实在讲同样的事情，对吧？然后而且特拉斯在警告你，如果不卖给他，你逼着他自己会做，等他会做他也不买你。就像晶片吗？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站在这个角度去讲，特拉斯讲的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只是跟他平常的言行不太一样。一边讲抗中，对啊。那我必须说，特拉斯的身份是议员嘛，议员还是要为选民服务的。那他的选民刚好就是军火商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嘛。所以你以为只有特拉斯是这样啊？我跟你讲，来台湾的一大堆的美国的议员、英国的议员都是军火商的人，就是这样，这大家都知道了，摆明的公开的事实啊。那为什么只有特拉斯一个人要受谴责？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特拉斯，我告诉你怎么平衡，你知道？你不要只卖给中国大陆，你也卖给台湾，就平衡了。这样我们就 OK 了。我只觉得他说挺台湾，挺台湾卖武器给中国大陆，那是什么？也 OK 啊。你要知道，法国当初也是挺台湾卖拉法叶给我们，卖给我们的同时，把拉法叶的秘密拿去给中国大陆，不就是这样吗？外国人都是这样玩的你怀疑哦？那至于说拜登连任，这个是他大危机吗？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这个从他还没有上任就开始吵到现在。是。那拜登也是，那个川普也是一样。这个东西看金八两。我跟你讲，美国的司法制度说真的，你也不用对他这么有信心啊。他们对特殊人物都会非常礼遇，不然的话，如果是一般平民百姓，川普早就被抓进狱关了，然后亨特拜登也早就被抓进狱关了。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能够到处走跳？就是因为美国对他们都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认为这个到最后不会直接影响大选。那教授平常常出现在各种平台上啊，那只要跟中国大陆有关，就是会亡国啊，好严重哎！哇，那亡哪一个国？台湾共和国还是台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根本不会存在，而且也永远不会成立。为什么？因为美国第一个就反对了美国说我反对我不赞成我不支持你搞你就自己负责所以没有国可以亡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空话。第一个。民进党在这次选举很明显的失去了几百万的年轻人的心，失去了，他们离开了。离开以后，民进党就翻脸了。你看这些媒体这些学者就开始抹红这些年轻人，说你给我去跳那个科目3，你们这些人都是已经是变成大陆的同路人，被统战了你们都被洗脑了，就开始羞辱我们的年轻人的智慧。你民主进步党不是讲民主吗？民主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自由，自由包含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自由？就是因为我们对自由有信心，对自由有信心，所以我们对民主有信心。但是结果呢？你要筑高墙，因为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就代表你根本不相信民主，因为你根本不相信自由。你要把台湾封搞1450，然后搞那个队伍，然后筑高墙，所以很明显的民进党根本不相信民主，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新闻自由、思想自由，相信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只有他的报纸可以写其他的报纸都不行，其他电视台都不行，只要跟民进党意见不一样，电视台都关不是，我们 T 台不能关中天已经被关了，已经够可怜了绝对我们老百姓要站起来奋斗到底好。我坦白说，我最担心的是美国人在他的4周
透过别的国家或者是地方把事情搞乱，透过韩国跟南韩，然后让韩国去跟朝鲜打一场仗，然后两边两败俱伤。透过日本跟俄罗斯再打一场仗，两败俱伤。他也想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在南海打，也想透过台湾。还好我们台湾60%的民众脑袋聪明啊，为什么？因为我们60%的民众根本要和平，要安定，根本所以赖清德才会只有4%嘛，民进党才会变成第2党嘛，而不是第1大党嘛。那就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够聪明，所以美国指挥不动我们老百姓，他可以叫得动蔡英文，叫得动赖清德，可他叫不动我们聪明的台湾的老百姓。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如果说拜登的儿子杭特的问题会影响到拜登的选举，那拜登当初就不可能胜选嘛，因为杭特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就爆出来了。如果川普的问题会影响到川普的话，那川普当时也不可能胜选嘛。川普的第1任胜选，其实他的这个资金的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这些，早就都爆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老梗，一点影响都没有。你看这次的川普在爱荷华拿了51点多的选票，而且呢，等于是碾压，所以等于是川普看起来在共和党他成为唯一的代表，应该是笃定的。所以什么报、什么丑闻、什么照片、什么录影带，对美国来讲都没有关系。美国的选民也是没什么选择了哦。将军，你认为军方现在公布说威胁样态变化，所以不断的会更新各种动态示意图，对我们的安全是有帮助的吗？对，它更新这个海空动态的示意图就可以知道，就是要降低中共在这个台海周边尤其是空中活动的这个敏感度，让人民不要去太去恐慌或者太去敏感这个状况。现在就是中共的这个太空气球常常通过台湾，我认为将来的时候是将来它的无人机会接近台湾，到台湾领空，无人机再来做，先来探，投石问路，看看台湾有哪些破口，慢慢讲。那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发放防空警报，可能不要发放嘛，一发放防空警报，我们要损失几百亿啊，因为所有交通立刻管制啊，这水电管制，晚上的或者灯火管制。公司的运作都会停顿了，你的半成品都要报废了嘛？你这样的话会造成外资跑掉、外资出逃，所以将来可能中共会拿无人机先做试探，进入台湾的领空。无人机 OK 了，破口找出来了，将来中共的有人战机会到台湾的领空上面。那你会不会发放防空警报？原则上不会发放，因为他讲过了，第一个他没有对台湾实施攻击，第二个他没有降落在台湾的机场。是这个。变成这个样子了，上次卫星也没有通过一些在大气层以外，因为那是选举，选后又不一样了。对，无人机选前制造紧张啊，对，选前制造那些紧张，选后已经没有政治价值了。是，那这个我们新版的我们就公告了，因为将来我们会知道这个气球通过无人机做试探，将来有人机、包含战机、包含辅助战机都有可能进入台湾领空。那大家现在先公告新版的，我原则上不发放防空警报。换句话说，他那个时候没有发放防空警报，因为他已经是新版的不公布详细的位置、详细的距离，甚至它的高度，但有时候给你模糊。因为我们看抖音要进了，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民主没有信心呢，对人民你越近他会越好奇。我们是民主啦，就是民众党这次年轻选票很多影片在抖音上面，对，不用去怕嘛。你民主是要有自信的嘛。你现在就对民主没有自信，因为它抖音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的政治判断。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不够哎。第二个，我认为低估人民的智慧了。我们看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不会判断吗？低估了我们是白痴吗？因为选票还不够给他教训，对，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认为低估了人民的智慧了。人民社会大众是很有智慧的。另外讲到那4个我们讲的盾牌这个是个棋子论。换句话说，美国在后面下指导棋。那这4个呢，不管是在朝鲜半岛也好，台海也好，或者是南海也好，这些都是美国的棋子。美国在下棋子，然后由这些4个棋子，这些国家，不管是韩国、日本，或者是这个台湾，或者是菲律宾打头阵，那美国在后面这边下指导棋，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想到，这4个国家都想到不要被作为被下棋子的一个角色。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选后新局的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空军中将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
选后呢一个史上最少得票率，也是民意基础最低的总统，40%当选之后。还是什么事都可以原谅吗？我用还是因为先前总是已经有太多议题让大家觉得不可以接受了嘛。那结果选后以他的得票，人民有没有给他的政党教训？那也许在立委席次展现了，但他还是当选啦。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原谅吗？那么几个人又出现了，消失了一阵子的赵天麟，记得吗？黄捷在选举期间呢，就算赵天麟说他怎么样全力的辅选衔接资源给他，但他的脸书啊各方面的这个各种的平台都看不到这两个人会同台合照。现在再度同台了，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永研会宣布黄捷决定加入了永研会哦，因为永研会一度被说要被灭会啦。如果赵天麟这个离开之后又没有其他人接上的话，永研会没人啊。那结果王定宇也再度跟颜若芳同框啊，只是房东跟房客这次站得有点远。好，所以民进党区域立委派系我们来统计一下喽。新潮流系最多有14席，正国会8席，英系5席，永研会现在加了黄捷，才总算勉强住了2脉的香火哦。还有苏系跟其他的这个包括王世坚等等不同的派系，其中新潮流当然占了最多比例的席次，正国会在第2。民党各大派系此消彼长的时候呢，刚刚赖清德我们讨论过这个议题，赖清德宣布他要退出新潮流，这样有助于这个所谓的派系内部的整合吗？柯建铭表态，院长人选一定会是游锡堃。为了要达成派系平衡，要怎么样人选可以是游锡堃呢？他们有各种提案嘛，还要找这个民众党的各种人选来加入民进党的阁员的提名哈。好，那总算选后，当人民说要有知的权利的时候，赖清德当时以副总统的身份说他同意，所以要公布高端合约，但是选前不公布。当选的时候就公布啦，但公布之后呢，选后3天，大家的讨论是什么？机关署下午又开了临时会来回应这58页的高端采购合约，大家苦苦的等啊，等到了以后啊，那其中一些各种价格啊、时间先后顺序等等的，大家有很多疑问。比如说陈时中又跳出来了，他说世界都看得到政府的诚信，为了高端保密协定，受尽攻击也没有让步，我们很守约定。那当然，王必胜甚至又再度的甩锅到马时代，他说马时代的指挥官朱立伦也跟厂商签过疫苗的这个采购合约啊，保密协定7年，台湾是法治国家，签约就应该遵守嘛。但重点在这里嘛，重点在于这个合约内容，除了价格、董事会内容流出来之外，时间点为什么可以在相关 EUA 同意之前就可以签订价格，甚至比董事会上面主题的价格都还要高呢？徐小青就说还没解盲就知道有效期限10个月，那其中内容很简易嘛，没有太多细节跟规范疫苗的标准要求嘛。那这个徐小青说，高端取得之前就决定展延效期了，还没解盲成功就已经签下约了。今天下午的最新记者会上，罗一军解释哦，契约中规定厂商交货必须依照食药署的规定延长效期就先签再说啦。总之，高端110年5月28签的这个合约就已经签好要效期的展延，其中就有很多 EUA 都还没有完成，到底如何要求会不会过关都不知道。那各种的交付跟这个内容却又是在 EUA 之后才被要求保密，是不是有疑虑呢？那高端这个解密，赖士葆就一点他觉得很奇怪，像电影情节一样。他说呢，被法院调查了还要先通报，来尽量的隐匿。之前法院调查这个高端炒股案的时候，是不是也先通知厂商啊？我要去调查你啦，我们约好了，然后再说呢。所以各种梗图当然是大作啦，全部绿灯的这样陈时中咬着灯泡的画面，也是各种网络上梗图的必然的这个消遣的对象啊。食药署署长吴秀梅7月18号召开专家会议，决定审核情况。就照程序走等等的，不会特别通知厂商，但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内容跟方向在发展当中咯。那高端合约公开之后，亮哥他怎么看？他说这个采购定价直接写在合约里头啊，这个价格怎么做出来的？定价依据没有讲，也就是说议价的空间是一口价吗？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那尤其是录音档的疑点更多了哦。当时在选前有候选人提出来。董事会的疑似录音，让他去提告了。他不是说他是假的，而是说录音档是怎么取得或者断章取义等等的。那甚至股东名单也一样啊，都只是告说你这个非法取得，但没有说是假的啊。然后呢，那这些当初
卖茶成一喊价要950块，庄人祥说我们有杀价了啦，把它杀到881、810块，没有更贵。其实人家在董事会那边的内容说只要700块就好了，他可以这么高来买，那要5毛给1块，到底是谁赚了，又是谁赢了呢？彬哥，那现在选完啦，那很多这个可以付出的都付出了，赵天麟大家都可以回来了，这个民主的价值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也就讨鬼新的鬼不代志啊。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我很乐意啊，我很非常欣然看到他们这样做法。我本来也想说，这次黄捷选得这么好，赵天麟大概这一辈子政治生命结束了，因为他那个区没了嘛。黄捷又这么年轻，恐怕他将来就没机会。结果他还出现哦，然后委员会没有排拒他哦，表示他们都是赞同这个价值嘛，很好。希望委员会尽力发挥这个价值。不过委员会赞同这个价值也不奇怪，因为王定宇跟赵天麟两个都差不多，所以这可能是委员会的这个终极目标吧，我不知道。这是个历史化。对，所以我觉得很好，就照这个方向去前进 ，OK 的，没问题。那至于说立法院长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如果够胆的话，干嘛推游锡堃推王定宇啊？对，就这样来干啊！我觉得也不错，人家王定宇也是很有资格啦，王8000委员，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越是这样乱搞，越可以凸显台湾人这次做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那这个错误的决定，抱歉，未来4年就是大家一起承担。所以民进党愿意去凸显自己的这些乱搞的态度，我是非常乐意接受。就看他到底还能够乱搞到什么状况。然后他选后才突然公布了高端合约，选前为什么不公布？其实理由非常简单了，因为选前公布的话，大家都会专注在这个合约里头，每一条都被人家拿出来检验，那时候一定吵个没完。赖清德的选前一定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特别选在选后公布。选后公布，我跟大家讲，就吵这2天啊，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在忙着合纵联合、检讨败选，然后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然后新的委员还没上任，那有些旧的委员可能已经要卸任了，就在这种兵荒马乱之中，就要趁乱告白，直接就这样崩出来了。他预期就是高端这个东西炒不久，他们选了一个最好的时机，那所以民进党的心机是非常非常深的。可是这个合约，你这样猛一看，你就知道了，他当初为什么不敢公布？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嘛。这整个合约根本就是为高端量身打造了，而且是高端当时还在做实验，它到底会是个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了时候，你就帮他拟好这个合约。更奇怪的是，这个合约的前身，它不是按照疫苗合约去拟的，它是按照政府的工程合约去拟的，这超奇怪。我们在跟高端签约之前，我们不是已经跟 AZ 他们都签约了吗？那你为什么不拿国际的疫苗的合约来做范本，就去拿一个政府的工程合约来做，里头还有减价条款？这超奇怪，减价条款就是说你的东西可能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但是我可以降低价格的，一样跟你买。这种东西在疫苗打在身上，如果不符合标准会死人。疫苗不符合标准就是根本不能用，你怎么可能去采购呢？但他还是这样做了。那当然最后没有用到这个条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记得疫苗当时高端刚开始出货的时候，不是一团混乱。加如期交货都没办法交货，然后有没有效没人知道吧？那个疫苗根本到最后还被食药署退货，结果人家跑去问吴秀梅说这个高端是不是疫苗那个状态不稳定？吴秀梅说，不会啊，有的不符合标准，搞不好是更好的产品。这种话都可以讲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从头到尾都在帮他护航。然后更扯的就是什么？我刚听到薛瑞演讲，他说，买东西就是要付钱啊，付40亿有什么不对？对，买东西是要付钱，但是有人付40亿，然后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吗？有人这样买东西了吗？你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干嘛？过年到底要买福袋是吧？拆开来才知道它是什么 surprise， 这样大家很高兴吗？这是要打在人身上，这是关系到人生命安危的事情，可以这样开玩笑？你整个条款它设定的就是管你高端能够做什么东西出来，我政府就是要买，就是这样子而已。整个配合都是这样配合，然后 EUA 出来之后还立刻延长保密时间，就像什么意思啊？然后赖士葆也抓到了，为什么就是要特别保密？然后法院啊，或者这些立法院啊，其他在问的时候，你要尽量不让他知道其他的东西。今天假设他们公布的所有的合约就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公开？有什么不值得公开？到底有什么鬼机密？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然后现在卫福部还在跟我们邀功，说本来是900多高端本来要950，我们把它杀价杀到881。你见鬼了！高端只有中华民国政府一个客户，
而且他全程接受你的补助，所以你跟他杀什么价？他的成本多少，你应该都知道的啊。你直接告诉他，我政府要就这个价，不要你就没有，你一季都卖不出去，不就是这样子吗？你跟他有什么好杀价？他讲的跟真的一样，在我看来，就是你跟高端根本串通好，你们合意就是这个价钱嘛，不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到最后是谁赚走？在我看来，就是有人赚得很高兴，然后全民拿生命安危去帮你买单。陈时中讲得很骄傲，我们还帮厂商，我们守了信用，守住了厂商的机密。事实上是这样吗？因为现在很多专家还在问，不只是这个合约而已，我们还需要知道 EUA 审查的过程，到底审查有没有符合这个内容跟标准，还有其他的公开资料，一直都看不到呀。没有见不得人的话，就全部透明化。是。所有的学者、专家、民众想要知道的，就全部都透明，全部都公开。知的权利啊，哪有局限的？没有什么不可告人嘛。是。那我们当然我们当时希望选前公告，他们就是打死不从，抵死不从。选后公告，那公告的一半，我们要知道是全部。那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公布全部。我觉得这个韩冰说得很清楚了。其实我们有几个疑问一直要问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定价权是怎么计算？政府的定价权是怎么计算？你本身政府有专业的生技的人才，他在疫苗的过程里面，他应该知道这个疫苗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成本、支出，还有它的风险跟利润，然后国际之间的疫苗的价格彼此之间的比价，所以你要有定价权。那你政府的定价权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布一个标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安全性到目前为止第三期报告都没有出来，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买贵了没关系，你至少让我们人民打到安全的疫苗。可是到今天为止没有第三期报告，所以安不安全无从定论。那第三个就是有效性，也还是无从定论。安全有效定价我们都一无所知。还有你刚刚讲 EUA 的审查过程中，各委员、各专家他发表了什么意见，发表了什么看法，他手上拿的文件是什么，是谁给他的？我觉得这一些，你看现在更多的疑问提出来了。我觉得目前来讲，赖清德因为这个事可能跟你无关，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跳脱当事人，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卷入这趟浑水，你应该以新的总统的要求说。满足所有各方各界提出来的疑问，他想要看的文件都让他看。我觉得这个是你赖清德第一步可以做的事，你也要努力做到这一点。你把整个摊在阳光下，让人家知道说你赖清德确实是干干净净的，你不会徇私，不会护短，你不会包庇，你不会让藏污纳垢在你的政府中能够发生。我觉得这是赖清德你可以做的事。第二个。我觉得民进党的派系结构已经定型了，成为文化了，不会改了。那因此，派系的利益会不会大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会不会大于我们全体国民的利益？我坦白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派系利益的斗争绝对是会非常的激烈的。目前新潮流系总算熬出头来了，经过几十年，一直甘居老二、老三。躲躲藏藏，潜龙勿动，到最后现在龙现在田了，你已经掌握权力了，每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要角要跳出来。不过我最后讲一个，您提出游锡堃没有问题啊，提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不见得当选嘛，你是第二大党现在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民众党只要按照他的承诺，我再强调，民众党只要按照他的承诺。第一个不在乎谁当院长、副院长，第二个团进团出，所以你们要不就，而且民众党你没有必要去淌蓝绿的浑水，因为你说你是要跳脱蓝绿，所以你应该第一轮提自己的正副院长的候选人，所以各党都不会有人当选，你就第二轮的时候你就退出来，由他们两党去厮杀。我觉得民众党这是对你的最好的建议啊，要听进去啊。对，我认为高端疫苗它这个价格过高，881块钱。那时候美国辉瑞的 BNT 也只不过630块一剂啊，我们比它还贵250块，每一剂都贵250。那应该来讲，美国的疫苗应该会比较贵，为什么？它运输成本、时间成本都算进去，航空运输过来嘛。那我们在地的生产为什么还贵那么贵？
而且美国那个是成熟的，美国是成熟的，我们这个还在验证阶段，刚验证完毕之后结束，价格就那么高了。所以你看看这是不是有？我还很想知道成大医师是谁，可以让他一直绿灯的是谁？到底所谓为何这个非常的清楚嘛，大家一目了然嘛，此地无银300两，非常的清楚嘛，而且是选后现在来检讨了，那来选后公告，也是为选举来护航啊，这很清楚的嘛，为选举来护航嘛。第二个，我们来看呢，这个有效性 ，BNT 它毕竟是成熟的，我们这个高端所出产的这个疫苗，毕竟它才刚刚成熟，这个可靠度到底如何？临床实验都没有做完，对嘛，都没有，可靠度如何都是有问题的，价格还那么高，刻意定这个霸王条款就是为了图利嘛，这个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你从价格那么高，而且刻意延后。这个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当然没这个感觉。但疫情爆发了，大家急急如律令呐，非常危急的，每一个人都像惊弓之鸟一样。因为疫情它是铺天盖地的，大家不是每个人戴口罩吗？我们那时候搭捷运的时候那捷运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呢，整个捷运车厢大概2-3个人而已。为什么？那大家马上疫情很严重啊。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这个时候把 BNT 把它挡住，然后去等这个高端的疫苗。你看，大家可以想而知之。它究竟是为了什么？价格又那么的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价格、从有效性，还有时间的急迫性来看高端都是很有问题的。而且那时候还没验证成熟，我们知道有动物实验、有人体试验，验证完毕之后，还要看看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因为这个后遗症不是立刻显现的，可能注完射之后1年、2年、3年、5年之后，后遗症爆发了，那个时候没办法了。就知道这环球整个动物跟人体的实验，它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要避免副作用产生，让我们的所接种疫苗的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价格又那么的贵比 BNT 贵了每一剂都贵了250块钱。所以我们看样是没办法去接受，又不成熟，时间的急迫性又不达成，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原来。这个高端的疫苗，这40亿那么多的钱是有问题的，大家的怀疑我认为也非常的合理，大家都会这样的来。当初为什么不用要去不用买现成的货？你不要，你要等这个不成熟的货，显然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在霸王条款上是不是有没有特定图利的对象？